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2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1.19，收盘价是219.8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2.28，最低价是在215.3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9460.41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在前低附近遇到了支撑，股价被拉回，然后呢，上方是在222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这样的线型啊，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蜻蜓线。蜻蜓线啊，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继前一个交易日倒垂线之后，继续出现这样的一根蜻蜓线，也就是继续出现变盘的信号 K 线，那说明股价在这个地方啊出现了横盘。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这根蜻蜓线它的成交量和前一个交易日基本相同，负值呢并不大。那这样的蜻蜓线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它称作叫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根休息的 K 线给日后的股价依然带来不确定性。那日后股价要突破的关键位置仍然是这根倒垂线的最高226和它的最低在215附近。对，也就是这根倒垂线和蜻蜓线，还有前面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最低，那么我们取一个整数在215附近，那么这两个位置依然是日后股价要突破的位置。好，那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是在下行的走势中，并且呢，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所以下方我们取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最低是215，那这个位置呢将成为日后股价向下突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呢，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反弹的可能就是日后股价不跌破215，我们认为才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或者说是股价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等待各条均线值下移之后呢，然后再去选择突破的方向。所以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日后股价走势的可能性。那么对于生成这根休息 K 线之后，对于7月29日来说，我们认为股价仍然有上行和下行的可能，也就是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日后会继续给出一个不确定性。对，那我们补充说，假如这是一个
绿色的蜻蜓线，然后如果是一个成交量增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或者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才会认为它日后有可能向上。但是这根 K 线是一个很小的，就是说我们判定它是一个量缩的一根休息的 K 线，所以说我们从这根 K 线来说，日后的走向仍然是不确定性。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12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220附近。实际在7月26日收盘价是在219.80，出现了横盘。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当日的走势与我们的预测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日后股价呢，仍然会有上行和下行的可能。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7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56不变，这是这个头低底低这样一个空头趋势的第二个，也就是高点。那么股价呢，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56来瓦解这个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在到达这个第一个目标之前各条均线值还有这个缺口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比较强的压力。那同时这个缺口呢，它的中线也就是在237附近呢，它将是一个极强的压力。同时在7月29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会到达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压力还是蛮强的。那177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71。那日后股价如果再能够站上271，将会恢复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这一波回档成功，那么再站上271，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新的一波上涨的行情。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99，也就是300关口。那这个位置呢，将是日后股价如果出现了继续上行之后的一个极强的压力。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我们再补充说，股价上行目前能否反弹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这根倒垂线的最高226。目前股价只有不出现新低的情况下，然后再能够站上收盘价，再能够站上226，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反弹。那否则呢，股价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我们刚刚说了，可能如果出现横盘呢，是等待均线值下移，然后再选择方向。好，这是我们说的补充说明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177，跌破177呢，其实目前现在已经是瓦解了这个多头趋势。那跌破177呢，将会我们说更加叫瓦解这个多头的趋势。那么在到达177之前，目前这条下行趋势线和日后 K 线的焦点，还有目前股价出现横盘，它们的最低是在215附近。那这个位置将是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条下行趋势线，它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之前我们会看到股价是数次
出现反弹上涨，有4次到达这个位置股价都会出现了回档。那么这一波多头趋势是首次突破了这根下行趋势线。那么我们保留这个下行趋势线呢，就是股价在回档的时候，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所以我们保留了这条趋势线。好，这是我们对这个趋势线的回顾。那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日后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当然，我们认为股价日后如果跌破了这条趋势线呢，我们说才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接下来的支撑在到达177之前，200关口将是一个强支撑。好，177如果被跌破之后，第二个目标是168。那168之后呢，将是139。168我们会看到是这一波涨幅齐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跌破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139的，这是第3个目标。那139如果被跌破呢，我们认为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02。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7月29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20，是这根倒垂线实体的上沿。那么到了7月29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线是215。215呢，是前面这3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5附近。同时215我们也把它认为是这条下行趋势线和这根当日新生成 K 线的交点。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股价只有不跌破这个位置，才有可能出现反弹或者说是横盘。那一旦在7月29日盘中股价是在215，也就是前低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进一步下行的。所以在7月2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15。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22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我们也会看到新生成这根 K 线之后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也跌破了5均值，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KD 值快线是下穿了慢线，然后呢MACD 呢这个快线的方向也开始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并且零轴上方出现了更短的绿柱。那出现这些指标呢，也将预示着日后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因为这根 K 线上方的上影线我们会看到也是有一定的长度的，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或者说在7月22日当周股价出现反弹之后在这个地方是有卖压的。所以出现这样的线型，收盘价跌破前低，也跌破5日均线值，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是很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下行的。那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就是我们认为是20均值。20均值在周 K 线图当中，我们测算是在185附近，185到187之间，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股价进一步下行五均值跌破之后，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就是20均值。当然，在到达它之前啊，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200，其实也正好是按200关口。那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强支撑我们说，不代表不能跌破，只是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说的时候呢，说在7月22日当周，如果股价收高，会收在260；如果收低呢，是收在220附近。周中我们关注的仍然是这根十字线的最低是在233附近。那实际呢，在当周我们会看到股价上方遇到压力之后，一旦在233下方运行呢，它是容易收低的。恰巧它的收盘价和我们预测的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收盘价是相接近的，实际上是也是在这条下行趋势线的这个和当周 K 线的交点这个位置，实际上这依然是给出这条趋势线啊仍然是一个支撑。那股价下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继续下行呢，就是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的。我们说是目标是跌破它，不代表它实际能够跌破它。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对7月22日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再来看，对于7月29日当周，我们认为在周 K 线图当中，股价如果出现反弹，上方我们认为会收盘在250附近，因为这个地方也正好是一个整数关口，它很可能会遇到压力。那我们认为，如果股价出现反弹，那么会收在这个位置，然后前提是，股价是不出现新低，并且呢，最好是在这条趋势线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收盘在250，也就是出现反弹。好，那么如果是收低，我们认为股价会下跌到205附近。我们依然认为200关口将是一个强支撑，那么股价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在200关口遇支撑，然后收盘在205附近，也就是跌破10均值。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19，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15。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周中，股价只有不跌破215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或者说是出现横盘，继续留在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上方。那否则，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215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而收盘价在205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对不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在7月26日收盘价是在219.80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更不可以进场做多。因为出现这样休息的 K 线，依然给股价带来了不确定性，这是多头。对于空头，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还有就是200关口，这是空头的2个目标。那么他们要守的位置就是226。在7月29日5日均线值将会到达226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对于7月29日来说。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空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这根休系 K 线的最高222，第二个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从224到226。第三个压力位是237，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缺口的中线，它也是一个极强的压力。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41附近。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215和这个缺口的下沿213这个区域，当然也包括这条下行趋势线。第二个支撑是在205，我们会看到200日均线值和50日均线值将会汇集到205附近，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支撑。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200关口。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7月29日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横盘。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10，上方最高会到达22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8附近。那出现这样横盘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呢，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那出现这样的横盘，我们认为会回补下方的缺口，然后收盘价继续保留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8，在这个地方，上方最高会到达23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8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站上226这个强压力，同时站上5日均线值。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